泽连斯基迎来两则坏消息，背后究竟有何影响？中国扮演什么角色？普京手握什么底牌？大家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俄乌冲突打到现在呢，乌克兰的颓势也是愈发的明显了。除了自身军队的腐败等问题，最关键的还是外在因素毕竟这场冲突的本质是美俄两国之争，而乌克兰充其量只能算是一颗棋子。这不，最近乌克兰又迎来了两则坏消息，其一就是在接受日本读卖新闻采访时，泽连斯基表示，由于乌军面临严重的武器装备短缺，乌克兰呢将无法发起反攻。第二他还表示呢，乌克兰没有收到来自中国提出的条件或者会晤的建议。我想这两则消息的背后释放出一个重要的信号呢，就是泽连斯基承认冲突或许要失败了，因为这涉及到了乌克兰能否延续冲突的两大关键对象北约和中国。我们都知道，乌克兰能在冲突初期接连的挫败俄军，抛开俄军自身的战略失误无非是因为北约成员国源源不断对乌提供了军援。毕竟在俄军精准打击之下，乌克兰的军工体系早就崩溃摧毁了。但是随着双方的攻防转化为拉锯战，那么乌军的劣势逐渐的暴露出来，这就是太过依赖北约国家的军事援助，尤其体现在武器弹药的相关方面。相关的数据显示，乌军每天消耗的炮弹在6000发左右，而美国一个月的产量仅为15000发。这意味着乌克兰每一天都在入不敷出更何况美西方国家的库存早已被耗尽。即便此前欧盟宣布要援助乌克兰100万发炮弹，但这都需要时间来准备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乌军的战场形势越发严峻。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在缺乏武器弹药的支持之下，即便乌军再能打，也不过是待宰的羔羊，这战败恐怕只是迟早的事情。当然，此刻的中国对泽连斯基同样重要因为在正面战场不断受阻的情况之下，如果能够增强与中国的对话，就能够缓和冲突的局势，为自身呢获取军事援助争取更多的时间。所以其实我们都明白，目前的形势基本不具有和谈的条件就说一点，乌克兰想要俄罗斯让出所有的领土，包括克里米亚，可见泽连斯基呢并非想要真的谈判，一切都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而已，趁机来利用中国。但是这次我国明显没有上当，这时候未曾给泽连斯基任何的答复就是证明。毕竟在西方的援助不停，乌克兰条件不变的情况之下，我国下场也不会起到多大作用。况且我们和俄罗斯战略合作上升到新阶段，贸然与乌克兰接触呢，势必会引起负面的效应。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之下，或许泽连斯基自己都不知道还能撑多久，而对比之下，普京却手握盛典。在接受俄媒采访时，普京表示，俄罗斯的军工综合体发展迅速，同期的俄罗斯工业呢将生产3倍以上的弹药和坦克，这也意味着俄军完全不需要担忧武器装备的保障问题。现在要做的就是拿下巴赫穆特，然后再解放乌东4州，最终再次逼近基辅。而此外，俄罗斯还增强了对中国的合作。在中国领导人访俄期间，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一系列的文件，其中主要包括了经济、科技、工业等领域的合作，而这也将极大的帮助普京恢复俄罗斯经济。毕竟呢，西方的对俄制裁封锁还在持续当中，而有了中国的支持，俄罗斯就有了继续打下去的前提与基础。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